订婚当天，我就被男朋友以诈骗天价彩礼罪名告了进去。我拿出了他们给的8800彩礼转账记录时，男朋友他妈的情绪更加激动了。虽然我们没给，但是我把文浩养大不需要钱吗？要你退回88万来，这都算是捡了大便宜了。你别不识好歹，不退我告你诈骗。我扭头看着相恋7年的男朋友，仍旧置身之外，无脸不语，最终同意了退还全部彩礼及男朋友的抚养费，并赔偿一套大平层。3个月后，男朋友一家全都疯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从所里出来的时候，男朋友他妈一把拽住了我，翻着3白眼，颐指气使地命令道：明天我们要去最贵的楼盘看房，别忘了这是你们答应给我们的陪送嫁妆。给彩礼的时候说是糟粕旧俗，要陪嫁就是跟紧新时代，理所当然。我意味深长地看着男朋友他妈，放心，到时候一定帮你们看个满意的房子。确实，按照原来的计划，两边说好了，订婚第2天我家出钱去买婚房，房产证上写上我俩的名字，为我们从校服到婚纱这段单纯美好的恋情安置一个幸福快乐的小家。然而在2小时前，一切都变了。订婚宴散场没多久，我就接到了男朋友的电话，说是随份子钱不对，让我带着今天收到的所有礼钱核对下。当时男朋友还在电话里特意强调了下，包括今天刚刚转账过去的8800彩礼钱。我望着窗外的瓢泼大雨，问他明天见面再谈不行吗？同时心里有点疑惑，按照他的性子应该不会舍得我遭这个罪，但是男朋友显得有点急切。我不疑有他，想着应该是出了什么事，立马开车冒着大雨往他家赶。只因相恋的这7年里，他老实本分，在生活上又对我处处体贴入微，给足了情绪与安全感。这次订婚宴更是办得极其隆重，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请来了，谁看到了都会艳羡一句，宋文浩这种绝世好男人都绝种了。我也是这样想的，虽然他家里条件很不好，但是他家人对我还是非常重视的，尤其是男朋友他妈妈，每次见面都拉着我的手亲切地说：静林啊，我这辈子没有福气生个闺女，等你进门，你就是我的亲闺女。要是文浩敢欺负你，看我怎么打断他的腿。今天在订婚宴上，更是声泪俱下地说，没人比我更盼着这一天，终于把我闺女迎进门了，以后可以好好的宠爱她了。同事与学生们都羡慕我有个好男友、好婆婆。正因如此，父母才同意他们家对外宣称给了88万的彩礼，实际只有8800的转账，维护一下他们的面子。到男朋友家时，忘了他们租住在老小区，不像家里的大平层有车库，也没有带伞，淋了雨，望着狼狈的样子，有些被自己的呆蠢气笑了。果然被男朋友宠得有些不能自理了。房门是开着的，我抖了抖身上的雨水，正要进去打招呼，里面突然传出来了他7大姑8大姨的抱怨：摆完酒席了，终于不用再跟那家子人装了，这些年可是把我这辈子的假笑都用完了。我有种被人打了1巴掌的难受和难堪，血气忽的一下子全涌了上来，脸上火辣辣的疼。不过转念一想，都是1年见不了几次的亲戚，真喜欢假喜欢又有什么关系？最重要的还是男朋友一家的态度，他们对我很好，为了我们家文浩，这些年辛苦你们了。
一盆子冰水从我头顶上浇了下来，浑身冒着寒气。这是男朋友他妈的声音。辛苦啥啊？我们才能见多少面？倒是你，这些年为了忍耐他，受了不少冤屈吧？我很明显听见了男朋友他妈深深地叹了口气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文浩那孩子放着单位那么多优秀的女孩子不喜欢，偏偏被一个满身铜锈味的绝户女迷了这么多年。绝户女好啊，人傻钱多还听话，将来那2个老的没了，他自己一个人孤苦无依的，还不是任凭咱们文浩随意捏圆了搓扁了，白得一大笔家产。虽然我没有亲眼看见男朋友他妈的表情，但是从他愉悦笑声中还是能听得出来，这些赞美的话打从心底里取悦到了他。一时间，我都分不清是被雨水淋湿的阴冷发抖，还是因为被这满屋子的阴湿黑暗给算计的不寒而栗了。总之，这个家是进不去了。我颤抖着手拿出手机来，想给男朋友打个电话。此时此刻只想知道，他是不是也在场。静林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刚拿出手机想要按下拨通键的时候，男朋友他妈就发现了。看着他那副不自然的心虚笑容，我强压着心里和胃里的翻涌，连阿姨也不想叫了，直接问宋文浩呢？文浩他有事出去了。如果说刚才还抱有一丝丝的幻想，那么现在看着宋文浩他妈这副底气不足、竭力隐瞒的样子，基本上可以确定，宋文浩他在家，就在现场。把宋文浩给我叫出来。嚷嚷什么？嚷嚷什么？我都说了，文浩他不。宋文浩他妈的话还没有说完，熟悉的来电铃音从卧室里如敲响的铁钟，响得震耳欲聋。我手机荧幕上备注的我家那位只亮了几秒钟，就在卧室里慌乱的挂电话动静中熄灭了。强压在心里的火山中的熔岩终是彻底喷发了。我感觉大地颤动，天崩地裂，搭建了7年的幸福美满世界瞬间轰然倒塌。在这个屋子里，谁算计我都可以不在乎，唯独躲在屋子里纵容这帮人肆意欺辱我的宋文浩不行。这可是相爱7年，准备携手度过一生的枕边人啊！宋文浩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我带着滔天失望、不解、愤怒及不甘心喊出来的时候，宋文浩只是脚步有些慌乱地出现在面前，沉默地看着他，并没有如想象中的那样着急解释，默不作声的态度已经表明了一切。他和这些人联合起来算计我。这一刻让我觉得多年来对他的老实本分评价像一场天大的笑话，卑鄙无耻的人渣。啪！一记耳光重重地打在了宋文浩的脸上，整个屋子里都在回荡着清脆的响声。打完以后，我又觉得十分恶心，拿消毒纸巾擦了擦，摔在了他的身上。宋文浩捂着脸懵了，满脸都是不敢置信。你打我？今天我只想骂人，但你不是，只能打了。宋文浩他妈听出我在骂宋文浩不是人来了，说什么也不愿意了，蹦着高的要替他讨回来。就连那些5行缺德8字犯贱7代姑8代姨也围攻过来要讨伐我。我看着这些丑陋的像一桩桩冤案的嘴脸，反手就报了警。所里来人之后，男朋友他妈突然反口咬我言诈骗天价彩礼，并且还殴打了他儿子。那些亲戚纷纷举手作证，确有此事。就这样，在订婚当晚，我被男朋友一家子告进了所里，要我赔偿医药费、误工费及精神损失费，并退还88万的彩礼。这都是什么年代了？要彩礼的那都是旧社会的糟粕，就像封建地主一样，该人人喊打。同志，你们不是在提倡抵制彩礼吗？他们还敢在这个节骨眼上犯事，你们该把这家子人全都给抓起来。所里的同志略带无语，
大家抵制的是天价彩礼，如果符合风俗，又是双方自愿的，那就管不了。我不愿意啊，88万啊！我们一家人不吃不喝40-50年，就是拼了老命也挣不来。他说不认就不认了，天底下还有说理的地方吗？看着男朋友他妈声泪俱下，似乎有着说不完的委屈，我感到很陌生，又很佩服。不愧是咬住牙陪演了7年的老戏骨。为了回报他，我当场就将他们给的8800的彩礼转账记录给所里的同志。谁知男朋友他妈的情绪更加激动了，争着要抢我的手机。我把文浩养这么大不需要花钱吗？你知道培养成一个大学生得费多少心血吗？要你88万怎么了？这都是我们心善，愿意让你捡个大便宜，你别不识好歹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债主找上门来了，你作为我们宋家人不给还债，这就是在诈骗。我都怀疑你们起家的时候，是不是靠骗别人的血汗钱攒起来的？宋文浩他妈瞪着三角眼，每一条皱纹都带着掩藏不住的尖酸刻薄。同志，你可得好好的查一查他家，没准儿在背地里不知道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烟杂勾当呢。面对他妈的疾言厉色、恶语诬陷，我扭头看着相恋7年的男朋友，仍旧置身之外，无脸不语，最终同意了退还彩礼。我现在没有带那么多钱，不过我可以当着各位同志的面发朋友圈，标明只退给了你们8800的彩礼，别的等待够了再说。宋文浩一听要发朋友圈，难得说了句话，没必要闹成这样。我相信你。他不说话，我还能当他是死了。现在突然诈尸，只会觉得无比恶心。这句话的潜台词意思，还不是默认了他妈的诬告，也想要88万的彩礼。我没有理会宋文浩，笑着对他妈说，再多发个家族群吧，这样大家即便是不来，也能做个证。他妈别提有多得意了，当着我的面给了宋文浩一个轻松拿捏住的眼神，在家族群里发了一条语音，成了，彩礼钱给退了。撕破脸后他倒是敞亮，都没有避讳着我，直接点开了群消息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要8800的彩礼？他爸妈指望卖闺女攒棺材本呢，他敢不答应吗？谁不知道都跟了我们文浩7年了，即便是两人没有同居过，但说出去谁会信她还是清白的大闺女？当初摆酒席的时候，我说让你请她的所有朋友来，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，她早就是我们老宋家的人了。到时候除了嫁到我们家，谁还会要这破烂货？要是还不把彩礼退回来，就对外说她早就打胎打烂了，我们退婚不要她了。一个绝户，还拿捏不了她了。都出所里的大门了，男朋友他妈的脸上还挂着自得的笑容。明天早点去看房，这可是你们承诺给我们的，不能耍赖皮。呵，我要彩礼的时候就是封建糟粕，你们舔着脸要陪嫁，就理所当然了。我意味深长地看着二人。好，我一定会帮你们看个称心如意的房。男朋友他妈强势地哼了声。看完房之后，我再带你去医院做个检查。现在的女孩子一点也不懂得洁身自好，我们老宋家可不是什么人都要的。顺带你再提前预约个权威的老中医，看看能不能儿子。我们家文浩是独生子，可不能在你这里给断了香火。宋文浩边观察我的脸色，边拽着他妈说道，妈，我和静林俩人都是彼此的初恋，他说初恋就初恋吗？要是没点毛病在身上，他家魏石魔会陪送一套房子给我们。宋文浩哑口无言，又沉默了。人被气到极致的时候真的会笑。我看见宋文浩竟然真的有在思考这个问题。你啊，就是太老实了，才会被他给骗了。放心吧，有妈在，绝对不会让你吃这个亏。是啊，绝对不会吃这个亏。
等这两人走了以后，我在录影的界面点了完成按键，转身又进了派出所，还是坐在原来的位置上。我要起诉。售楼部刚开门，我就来了。没过一会儿，宋文浩母子俩满脸焦急的也赶了过来。我明显看到他们俩松了口气。静林，我给你打电话怎么没有打通？去家里接你，也没有人给开门，当然打不通了。昨天晚上从所里出来后，我就把宋文浩一家子全都拉黑了，手机也直接关机了，怕他们找上门去恶心爸妈，给两人添堵，还早早地安排了他们出门去散心。我没有解释，不着痕迹地拉开了两人之间的距离。看房吧，不着急。宋文浩就像个没事人一样，还一如往常那样贴心地给准备了早餐。我知道你肯定又没吃饭，特意熬了些你爱吃的小米南瓜粥，还在你家楼下买了几个小包子。来，快趁热吃点，不然你的胃又该疼了。我看着宋文浩将早餐一一拿出来，还把汤匙、筷子放在了惯用的左手边。不用问，包子里的馅儿一定是我最爱吃的那几种。不用尝，小米南瓜粥里肯定多加了半勺糖，温度刚刚好。他就是这样处处体贴到位，想着我的喜好，了解我的生活。只不过以前有多么的甜蜜，现在就有多么的恶心。怎么了？看你脸色不好，是不是生理期又疼得厉害了？连生理期的日子都被他记得这么清楚，我恶寒得更坐不住了。刚刚我看了看户型，这些都挺不错的。这哪儿行？宋文浩他妈满脸都是嫌弃，翻了翻户型图纸，要买就得买户型大点的，这样我和你爸才能住得舒服。你三姑家的孩子来这边上学，也有地方住。宋文浩偷偷地扫过来一眼，赶紧装模作样的埋怨他妈：妈，这事你怎么也没有跟我说过，我怎么也得和静林商量一下吧。这有什么可说的？难道静林还会不同意？这是连装也不装了，直接摊牌了。我笑着摇了摇头，我能进宋家的门，三姑可是出了不少的力，她的孩子正好缺少个学位，到时候来家里借住也方便落户。宋文浩他妈欢喜的眉开眼笑，你看，我就说静林是个乖巧懂事的孩子，他肯定没意见的。宋文浩也激动的一把握住了我的手，深情款款地说：静林，往后我会加倍对你好的。我迅速抽出手来，被恶心的差点演不下去了。既然住的人多了，那也买个大平层吧。大平层好啊，这样说出去，你们家的脸上也有光。我看了眼宋文浩他妈，你还真是处处为我家着想。那是当然了，我说把你当亲闺女看待肯定是真心的。我扭头看向了宋文浩，那你就去办理贷款手续吧，房产证上写你的名字。宋文浩他妈听到贷款两个字的时候就不愿意了，说好的陪送一套房，怎么还让我们办理贷款？这不是说话不算数吗？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说好的彩礼钱，不也是说话不算数要回去了？大平层跟普通的小三居价钱差好几倍，我回去筹备资金需要些时间。你们要是怕房子被卖出去了，就先去定下来，等我都准备好了，再把全款补齐。我特意在卖出去这3个字上咬中了几分，果然戳中了宋文浩他妈的软肋。买，咱们现在就去买，只要买了他就会掏钱，不买就什么也没有了。那可不一定。我把宋文浩的微信拉黑了以后，扭头对身边的经理说道：麻烦你们尽快帮他办理好贷款手续，把房子交在他手里。想算计别人，就得先做好被别人算计的准备。开门开门，静林你别躲在里面不出声，我知道你在家，你有本事算计我，怎么没有本事开门啊？宋文浩敲完门，里面就打开了。
不过走出来的是个满脸火气的男人。干什么干什么，大清早的扰人清梦，在我家门口嚎叫什么？宋文浩身高1.8米，也不算矮，但是在身高1.9米，还是个一身腱子肉的男人面前，就显得很娇小瘦弱了，就连刚刚那副要找人算账的气势，也瞬间萎靡了。好啊，我就说这么长时间躲着不见人，原来是背着我儿在家里偷偷养野男人了。徐静林，你个不要脸的破鞋，快给老娘滚出来！宋文浩他妈脸上抖动的每一条褶子，都带着尖锐的凶残，撸起袖子来，就要进门抓奸。结果门槛儿还没有迈过去，就被男人提溜着领子给扔了出去。什么徐静林？看清楚了，房产证上写的我的名字，这是我的家，你们找错地方了。要是再敢没事找事，我现在就告你们私闯民宅。宋文浩母子俩自然是不信的，宋文浩他妈更是像只峨眉山上的猴子，挂在男人的身上，使出毕生绝学9阴百爪挠人。你个臭不要脸的姘头，老娘吃过的米比你们吃的盐都咸，还敢合起伙来骗我？瞎了你的狗眼！男人也没有灌住他，反手将人按在了地上摩擦，最后以私闯民宅、恶意伤害的罪明报了警。所里来了人，两人都被带上独有的银镯子，坐上了直达目的地的专属车。被告知即将面临几万块钱的医疗费、误工费、精神损失费的时候，他们才露出一副天塌地陷的表情，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了。我刷着买家传过来的视频，难掩身心愉悦，给他发了条消息：你还是太善良了，他们犯了错就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。没错，在宋文浩母子俩去办理贷款手续的时候，我也在火速处理卖房子的事，工作还申请了调离，带着爸妈来到了另一个城市生活。这几个月里，我过得有多开心，宋文浩的日子就有多糟糕。后来从亲朋好友那里还得知，宋文浩开始四处借钱了，不光是赔偿那户人家的损失费，房子的贷款也下来了，每个月至少近万数的月供，必须得还上，不然信上会被拉入黑名单，成为失信人。我们俩都是重点学校的老师，学校里会定期考核教师的各项情况，要是被查出来失信了，怕是连宋文浩的工作也保不住了。不过他们之所以会走到今天的这个地步，全都自找的。那天只是交了个买房的定金，只要不算计着让我去买房，及时止损的话，最多也就损失个的定金钱，还不是他们想着办了酒席了，就已经拿捏住我了，不买也得买。现在好了，每个月近万数的贷款下来了，如果他们首付舍不得多交，都指望我给补上的话，那月供就会翻倍，每个月就是1万多块钱的债务背在身上。果然，借钱的风就像是烧不尽的野草，在我的四周吹遍了。又过了段时间后，宋文浩那边终于撑不住，爆雷了，他还不起了。这时，有好几个朋友给我打电话来了：静林，你跟文浩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听他焦急的口吻，我觉得有点奇怪，如实回答：他退彩礼，我退婚。没关系了。退婚？你是疯了吗？你俩都谈了7年了，而且文浩他对你还那么好，你有时候这脾气是不是该收敛一点了？纵然话说得委婉，但那股子扑面而来指责，处处带着不识好歹的口吻，根本遮不住。他不是第一个，只要是从宋文浩那边认识到的朋友，都觉得我是渣女，把他7年来的辛苦付出视如草芥般作践，个个义愤填膺，为他抱不平。我垂下眼眸，还有事吗？我很忙。没，就是想说，赶紧看看朋友圈吧，
我早就已经把宋文浩的微信给拉黑了，想着他再怎么捂也捂不到我面前来恶心人。结果等我点开了朋友圈而后，一股凉气从脚底窜得头皮发麻。我仿佛看到一条吐着信子的毒蛇，它扭曲着丑陋狰狞的面孔，冲我张开了血盆大口。朋友圈里面全都是整齐划一的寻人启事，标题是相恋7年的未婚妻徐静林，在拿到天价彩礼后突然消失不见了。我强压着怒火点开全文，扑面而来的全都是宋文浩的委屈和被骗后的可怜。刚给了女朋友88万的彩礼，他就搬家联系不上了。朋友们都劝我说他骗彩礼跑了。仔细回想了下，许是那天我想买个3居室的房子，他想要个大平层，所以就生气了吧。静林，你平时过惯了大小姐的生活，觉得跟着我受尽了委屈也丢脸。对不起，往后我会加倍努力，让你继续过着有钱人的好日子。现在我们家已经掏空所有家底，东拼西凑着为你买了大平层，求你回来吧，静林。这段文字的下面还有个购房合同的照片，不知道是有意的还无意的。照片的左下角是宋文浩他妈跪在地上擦楼梯口的画面，就因为这一幕，评论都刷爆了。徐静林真恶毒，他的脚是金子做的吗？还让阿姨跪着擦楼道，也不怕折了他的贱命。跪着擦楼道都不新鲜了，这7年来把自己放在女王的位置上，把文浩当狗一样的使唤着，就差拴个链子招摇过市了。多少兄弟看到了不说句心疼，现在骗完彩礼就跑。要是我的话，今晚他全家必须得销户。下面还有一些不认识的人跟着起哄，只能说兄弟你是真惨，就当作是花钱买个教训吧。以后记住了，只要是要彩礼的女人都不能娶，她们年纪越大越不值钱，嫁不出去该是她们着急才对。你急什么？太气人了，我一女的看了都觉得过分。人肉他，看看他是不是出来卖的。骗钱的流程这么熟悉，肯定是个烂透了的惯犯。让我感到十分窒息的是，在这条评论的下面有宋文浩把我的照片贴出来了，他还假惺惺地留言了句：不会的，这是静林的照片，当初他还是我们学校里最清纯的校花。立马就有人靠着宋文浩给出的照片和名字，寻找到了我的所有资讯，发在了网上。这个捞女竟然还是个重点高中的老师，就这样的人品，真的不会误人子弟吗？要是我的孩子，就是去捡废品，也不会让他教，去学校里举报他，简直是没有天理了。快看我查出来了什么，这个叫徐静林的竟然还是个富商女，他们家该不会都是卖女儿骗彩礼起家的吧？真恶心，大家都去抵制他们的商品。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，我的私人资讯满天飞，其中还有一张尺度最大的照片。兄弟们，这烂货显然是刚卖完，赶紧私我个联系方式，今晚就塌了。这张是我在家里换衣服的时候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那时刚换完衣服转过身去，突然看到有个人直勾勾地站在了身后，如同鬼魅一样，无声无息的，当时还吓了一跳，混乱中也没有注意到宋文浩在偷偷藏什么。如今看来，想必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开始谋划着陷害我了。原以为这7年的感情和青春只是为了狗，没想到会是个夹着尾巴的白眼狼。这场腥风血雨的讨伐暴力事件愈演愈烈，已经波及到了公司。第2天股票就大跌，合作商们纷纷找上门来解约了。买家故意大量买了再退货不说，还向协会投诉他们诈骗。很快有关部门就来公司里调查，勒令停业整改了。爸妈被逼得劳心费力，不得不天天加班加点的在公司里四处周旋。与此同时，我也接到了学校里变相辞退的电话。静林，
你的品行大家都是知道的，只是学生家长们不知情，都闹到学校里来了。出了这种事，想必你现在也是心力交瘁吧？正好休息段时间调整下。电话挂断后，我整个人窝在了沙发里，满脸疲惫地捏了捏眉心。这时，突然有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进来。静林，别挂，是我。最近打骚扰电话的人挺多的，无论换多少个新号，他们都能在第一时间精确地找到。难听的谩骂声接踵而来，刺耳的头皮发麻，夜不能寐。我原本是想着挂断了，没想到手滑接通了。更没有料到的是，宋文浩竟然还有脸打电话过来。静林，网上的那些消息你也都看到了吧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事情会闹得这么大，我只是找不到你，有些担心。假惺惺的作态让我恶心的想吐。你是上完厕所莫擦嘴吗？嘴巴这么臭，担心我，是怕我被黑得不够惨吧？拿偷拍我的私密照让他们恶意 P 图侮辱。宋文浩，你还算是个男人吗？宋文浩大概是没想到我会猜得这么准，愠怒中夹杂着几丝心虚，还在狡辩着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只是想要快点找到你才出此下策的。当初你要是不把我拉黑，还搬家躲着我的话，哪里会有后面的事发生？说到底，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你也是有责任的。不过，只要你现在肯回来，按照原来说好的条件跟我结婚的话，我就看在咱们俩往日的情分上，帮你澄清谣言。赤裸裸的威胁里夹杂着掩藏不住的得意。虽然我没有看到宋文浩的那副嘴脸，但从那小人得志的口吻里可以想象得出，他有多么的丑陋。回去干实模，1分彩礼不要，给你还贷款买大平层。宋文浩，你这软饭硬吃的虚伪嘴脸，让我感觉到无比恶心。我告诉你，打从退彩礼的那一刻，我们之间就已经完了，永远都不可能跟你结婚。多年的感情，在这一刻算是彻底撕烂踩碎了。被戳破脸面的宋文浩终于装不下去，也跟着破防了。徐静林，我没想到你会是这么物质的人。7年的感情，难道还抵不上不几千块钱的彩礼吗？再说了，我妈说的也没错，她养我这么大容易吗？你家那么有钱，拿个88万还不是9牛1毛？你这么斤斤计较做什么？还有买房的事，是你们家亲口承诺给我的。徐家就你一个女儿，将来所有的财产都会给你，我们现在只不过是提前享受一下应有东西的而已。说到这里的时候，宋文浩终于得意地笑出来了。我劝你赶紧想明白了，不然徐家面临的就不只是网暴了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宋文浩你个混蛋，让我妥协？做梦！骂完以后我就挂断了电话，转手就给报社打了过去。现在这事儿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，做媒体行业的，谁不想得第一手新闻？事情谈完的当天，新的反转就来了。一段视频上了头版，虽然我们没有给88万的彩礼，但是我们给你养育出来了一个大学生。你知道这得费多少心血吗？要你88万都算你捡了大便宜，要是不把彩礼退回来，就对外说他早就打胎打烂了，到时候还不得倒贴一套房子，乖乖嫁到我们宋家，让他买大平层。我们家人多，必须得陪送户型大的房子，8800的转账记录，退回彩礼的截图，以及退回彩礼后宋文浩他妈发的朋友圈、家族聊天录音。总之，宋文浩一家子的嘴脸，毫无征兆的全都暴露在了大众面前。很多人看了纷纷直呼这都是一窝什么绝种奇葩，真是震惊了隔壁的狗眼。没想到这事儿竟然还能有反转，不是说被骗了天价彩礼，还为女方掏空家底买的大平层吗？真相竟然是让女方付男方88万的抚养费。不是，
这男的管这女孩子叫妈，还是这男的当了上门女婿？才8000多块钱的彩礼，就哭得肝肠寸断。是他们家的钱大，还是一家子的命都这么不值钱？更何况人家还给退回去了，他还放在网上抱委屈。世上怎么有像他这么会装又表的人？圈重点，女方家里会陪送一套新房子，他们是一个也不提。当初我看他妈擦楼梯口的时候，就感觉到了生理不适。女孩子还没有进门，就先背上了欺负婆婆的骂名。难道你们都没有注意到吗？他给了女方8800的彩礼，但是想要88万回去，这不属于诈骗了吗？一时间由捞女诈骗天价彩礼的头条新闻，立马转变成了论软饭硬吃的凤凰男吃相有多难看。宋文浩再次打电话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没有了之前的那股子得意劲儿，满腔怒火的大声吼道：徐静林，我以前怎么就没有看出你这么恶毒？我们7年的感情全都被你给毁了，赶紧把那些新闻都给我撤了，否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呵，双标狗，当初发网上主动挑事端，后面又趁机买推流网暴我的时候，怎么不反省下自己？从朋友圈到被挂在网上网暴，这个转变太快，时间太短了。我让报社的人给查了查，没想到竟然是宋文浩在背后砸了重金推送，还买了大批量的水军，恶意抹黑。给8800的彩礼钱舍不得，花钱买谣言诽谤诬陷我倒是挺大方的。他还翻脸威胁，真是笑脸给多了，惯的都是病。宋文浩打电话过来的时候，我就录音转给了报社，连同之前那些买水军诬陷我的丑事，再次一并曝光在了光天化日之下。如同意料之中的一样，这件事又一次被推向了高潮。之前就觉得评论风向好奇怪，点进去一看，竟然好多私密账号。现在终于实锤了，凤凰男雇佣的水军，这是没有算计到女方的好处，急了眼了吧？算珠子都崩到我们水城来了，有钱人家可得看好了自己的闺女。这货流入市场了，看之前的视频，还以为这一切都是他妈撺掇的，没想到他自己也是这样想的，自己没本事，就琢磨着吃绝户。这人不光是渣，还恶心。听说他还是个重点学校的老师，上课的时候，该不会教学生怎么钓富家女吧？飞出去的回旋镖，最终还是正中了自己的眉心。宋文浩被学校里辞退了，他住的地方也被人给扒出来了，天天有人去他家扔臭鸡蛋、烂菜叶、倒垃圾。住在一个社区的人们知道后，轮流坐在他家楼下骂街，有的甚至举报到了社区，要求这家人自己一个社区。因为他的原因，房价都降到了最低线，卖不出去了，他们必须得赔偿损失费，不然告上法，停吃官司。宋文浩过得有多艰难，我家就过得有多顺遂。之前误会我家的那些人，为表歉意，成批的下订单，并且还免费为公司做了许多的宣传，股价呈火箭式的飞升。就算是现在躺平了，也有大把的流水进账。我也被学校请回了原岗位，校长特意开了个全体大会，帮我澄清做了证明。全体师生没有一个不鼓掌欢迎的，原以为好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了，没想到宋文浩就像狗皮膏药一样又贴了上来，故意选在了放学的这时间点上，将我堵在了学校门口，更是趁着我不注意的时候，突然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，瞬间引来了不少人的围观和拍照。别拍，这是我老婆静林，是这个学校的老师，都怪我单纯老实，做事太直男思维了，没有及时意识到他生气，这才让他刚摆完酒席就突然悔婚跑了。真的不关他的事。我看着跪在眼前的宋文浩，一副着急为我解释，实则甩锅的做样子。宋文浩，倒是我小瞧你了，
不知道你竟还有这身查理表气的本事。我没有。静林，你又误会我了。对不起。我打他还不行吗？让他不会说些甜言蜜语哄你开心。宋文浩啪给了自己的嘴巴几巴掌。不少人因为他的举动，都纷纷开始指责我了。什么男儿膝下有黄金，跪天跪地跪父母，只要不被者不女票，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，都这样赔礼道歉了，还斤斤计较什么？宋文浩又在大家的面前摆出一副做小伏低的姿态来。没关系的，只要他肯回去，我做什么都是值得的，甚至是在房产证上只写他一个人的名字。果然有人震惊的大喊：天啊，这人真是爱惨了他呀！我深表赞同，被他爱上的人确实挺惨，写了名字就得背上了好几百万的房贷。宋文浩在背地里得意的阴笑，我笑的却比他要肆意磊落的多了。在场的所有人，请你们拿出手机搜索个词条：订婚当晚，婆婆向我要男朋友88万的抚养费。宋文浩瞬间不嘻嘻了。刚为他说话的路人，看完新闻内容后，瞬间露出了一副被人强塞了坨大的恶心表情。有急性子的，甚至撸起袖子来就要找宋文浩算账。你他妈有大病吧？都退彩礼了，还结什么婚？小子，你是来找事的吧？宋文浩吓坏了，赶紧举白纸投降。不是，我妈只是想退彩礼，并莫想退婚。你们看，这上面都是7年来我为她买的东西做的事。如果我不爱她的话，怎么可能会为她付出这么多？宋文浩拿出来了一份足足有好几十页的明细，仔细看上面的内容就会发现，他在哪年哪月哪时哪分，从一根铅笔、一块糖到一个包包都记录得清清楚楚。其中最贵的就是在商场买了条打折的项链，还是925纯银的，价值99元。就连平日里他给他做的吃的，这些纯手工的东西也没有落下。没办法标价的，他会分开来算，这顿粥用了多少米，耗了多少水，费了多少电，都会折算出来。最绝的还是每项纯手工制作的东西后面都会加一个手工费，从几块到几百不等。最后在结尾的时候算出了总花销31238块04分5厘，其中多半都是所谓的手工费。大家的三观彻底被震碎了。他是计算器吗？还计算到了小数点后2位，这哪里是来求原谅的，分明是威胁算账的。徐老师，你可别答应跟这种人复合。当然不可能复合，我就知道这种人家都是狗改不了吃屎的德性。在被告诈骗天价彩礼的那晚，就起诉了宋文浩，要求他退回这7年来所有的转账。我统计了下账单，不算平时送的一些衣服、鞋子，给他们家买的各种礼物，光是单纯的转账记录，至少就有10几万块。这些钱要回来了，捐给那些贫困学生，还能为国家多添几个有用人才。给了这种人渣，纯粹是糟践血汗钱。我啪的一声将报按回执单甩在了宋文浩的脸上。别说的自己有多么的伟大，你那点东西在我这里不过是冰山一角。瞪大了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我给你转了多少钱，希望你能在限期内全部退还，不然咱们罚。停见。10几万块钱，这男的原来不只是个抠缩的计算器，还是个吃软饭的。他到底哪里来的碧脸跑到这里来要钱？这下子好了吧，被徐老师啪打脸了。宋文浩也不知道是没想到我会来这么一手，还是被这巨额退款给砸傻了，捏着纸看了许久也不说话，脸上倒是变化多彩，一阵青一阵白的，好半天才颤抖着破碎的嗓音问了句：你一定要做的这么绝吗？这话听着都像个笑话，不过也符合他们宋家的双标作风。他连1厘米的钱都跟我算得那么清楚，
我真金白银的花出去，再要回来就是欺负人了。比起你们宋家的算计和手段，我这不是小巫见大巫了吗？宋文浩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抬头的那一瞬间，突然对着我露出来了个诡异的怪笑。我还没有琢磨过来他这是什么意思，忽然被一道冷硬的银光闪了下眼睛。我下意识抬手挡住的时候，就听到围观的人们大喊了一句：徐老师快躲开！所有人满脸震惊地看着不知打哪儿窜出来的几个保镖，他们只手就把宋文浩手里的刀子打落在了地上，转手又来了个过肩摔，把人按起来摩擦。宋文浩全程大脑发懵，直到疼了，这才反应过来，看着我歇斯底里道：徐静林，你算计我！宋文浩，你输了，输得一无所有了。被告人宋某某犯故意伤害罪、恶意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6年。3个月后，我在法庭上终于看到宋文浩以故意伤害人的罪名被判入狱了。其实我也没有受什么伤，早在被校长请回学校的时候，就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，雇佣了不少的保镖在暗中保护着。所以当宋文浩拿着刀子冲过来的那一刻，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反手就把人给拿下了。之所以被判的这么重，全都是因为宋文浩选择的动手地点不对，在学校门口行凶，那些家长怎么可能会轻饶了这个定时炸弹？现在好了，被联名告上了法庭，他们又把我的经历说的要多惨就有多惨，很难不被从重处罚了。就连之前给宋文浩一家子买东西的花销，也被强制折现退给我了。本来宋家就因为巨额房贷压得喘不上气来了，现在又面临着多重赔偿。听说宋文浩他妈去那些亲戚家里发疯大闹了，要不是因为他们，好好的日子也不会过成现在这样。那么优秀的儿子进去了，房子也被法拍了，还得背负着几10万的债务。谁要是不给钱帮忙还债，他就吊死在谁家门口。那些亲戚哪里是省油的灯，当场联名报了案。就这样，宋文浩他妈也被关了进去。不过我想，等他出来了，肯定会更加恨那些亲戚们，到时候非得闹得不死也得惨几个。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也看清楚了门当户对有多么的重要。在婚姻里千万不要扶贫，他不光是家里穷，思想上的小算计是无法改变的。我打算去进修了，要好好提高自己，只要足够优秀了，才有宁缺毋滥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。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的底气。